凯特，我看现在碳水胰岛素理论都一直挑战我们以前课堂上教的热量理论，认为碳水化合物引发的胰岛素飙涨才是致胖的原因。虽然我那时候没怎么认真学，但是热量赤字这个概念我还是有的，它现在还是减肥理论的核心，没错吧？目前为止，热量模型或由热量模型衍生出来的能量平衡理论还是减肥界的核心是没错，但是经由重新定义糖类、蛋白质跟脂质在能量代谢上的意义，让减肥变得更轻松，却也是减肥人士跟科学家所追求的。毕竟大家都不喜欢饿肚子啊。所以你是赞成这些新的蛋白质杠杆理论跟糖类胰岛素理论咯？简而言之，就是高蛋白跟低碳饮食嘛。我是保持开放的态度，什么方式能够让大家减肥愉快，就去研究什么方式。不过啊，我要跟你说的是，我当初跟老师一学会热量模型这一套均衡饮食的算法时，我超过标准体重5公斤耶！那时候是我最胖的时候，但是我现在忘记我那时候是怎么想的，我只记得老师没教我，课本也没说，可是我直觉就将我的饭量减少3/4，也就是说，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只吃3口左右，大概是1/4碗的白饭。就凭这一招，我就再也没有超过标准体重咯。所以我虽然忘记我出于什么动机降低我的白饭摄取量，但是骨子里我应该早在还没有提倡低碳饮食前，就直觉认为低糖摄取是减肥之道。而实际看起来，糖类在整个氧化磷酸化的产能大循环中，其实就是担任火种的角色，因为它必须提供丙酮酸，让丙酮酸能够同时脱氢成为循环中的要角乙烯辅酶 A， 还要能够追化提供点燃整个循环的草烯乙酸。而这个草烯乙酸是氧化磷酸化循环里柠檬酸这个小循环的起始物，也是柠檬酸循环的最终产物。所以只要点燃这个循环一次，就可以让这个柠檬酸循环持续，而不用管这个乙烯辅酶 A 是来自脂肪还是糖类。因此，如果能量过剩，缩减糖类摄取是可行之道，但是我是不赞成完全都不吃，毕竟粒线体那么多，所以就算是火种，量也不可少。而对蛋白质杠杆理论来说，蛋白质虽然更容易造成饱腹感，但蛋白质的摄取量为了避免肝肾负担还是有其极限，而脂肪摄取也极富争议，所以适量从糖类摄取热量，以提供人体所需，还是有其必要的啦。那不如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减肥的主流理论热量模型吧。好啊，这个理论认为，人体的体重是由能量平衡决定的。能量平衡是指人体摄取能量跟消耗能量之间的平衡状态。如果摄取的能量大于消耗的能量，就会产生热量盈余，导致体重增加。相反的，如果摄取的能量小于消耗的能量，就会产生热量赤字，造成体重减轻。在热量理论中，3大营养素里，1克的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质都可以产生4大卡的热量，1克的脂肪可以产生9大卡的热量。而我们人体因为不同的身高体重以及体力活动，需要不同的能量供给。至于每个人每天需要的热量怎么算呢？以前我们是用算的，现在不用这么麻烦，大家可以去卫福部的网站，有一个热量计算机，我会把网站的连结放在说明栏里。大家将自己的资料输进去以后，这个热量计算机就会依据我们个人的数据算出我们所需要的热量。例如这里我们算出来需要的热量是1740大卡。有了这个数字以后，我们还需要一个数字，那就是基础代谢率。基础代谢率就是指人体在休息状态下维持最基本新陈代谢所需的热量，像是器官运行、呼吸，还有体温维持这些等等。基础代谢率虽然会随着肌肉量增加而增加，但我们还是可以依据年龄、体重跟身高，利用网络上的计算机算出一个大概。计算机的连结我们还是放在说明栏里，大家可以依据自己的资料立刻换算出自己的基础代谢率。例如我们这里算出来的基础代谢率是1406大卡。也要算基础代谢率？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缩减热量不能低于基础代谢所需咯？没错，如果我们摄取热量
低于基础代谢率，连脂肪、糖类提供的热量都不够最基本的身体运作所需。这时候，肝脏就需要将我们摄取的蛋白质或是我们身体中的肌肉，从氨基酸转换成乙酰辅酶 A， 提供给氧化磷酸化的产能大循环利用。而这就不仅仅会造成我们因为减肥导致的代谢适应而降低新陈代谢，还会因为肌肉流失造成代谢降低。根据研究，极低热量减肥在恢复热量摄取后的1年所降低的新陈代谢都还无法恢复正常，到时候想要减肥恐怕就难如登天咯。所以在热量模型里的热量赤字一定要依据我们每日热量总消耗量减去基础代谢率，也就是我们刚才的例子334大卡才是我们热量赤字的范围。而1碗白饭2片吐司约是280大卡，走路半小时可以消耗100大卡，所以如果少吃1碗饭又走路走个15分钟，这样就很容易达到热量赤字咯。那如果我们要吃基础代谢率的分量，又要怎么算出我们一天该吃多少食物呢？一般均衡饮食的热量比是蛋白质10到20%，脂肪20到30%，糖类50到60%。我们糖类不要吃那么多，就可以抓出蛋白质比例20%，脂肪30%，糖类50%。我们摄取比基础代谢率高一点的卡数去算，比较不会影响新陈代谢，那就是1500大卡。算出来需要吃蛋白质300大卡，脂肪450大卡，糖类750大卡。每克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质都可以产4大卡的热量，就是750大卡除以4，糖类可以吃到 187.5 克，而蛋白质算出来就是75克。脂肪1克产生9大卡，算出来是50克。这时候就要看我们要吃什么咯。假如我们要吃白饭当主食，我们就可以到卫福部的食品营养成分资料库去查，资料库连结我们也放在说明栏里。查出白饭的营养成分含量是每100公克含有41克糖类， 3.1 克蛋白质， 0.3 克脂肪。而1碗白饭是160克，所以我们吃1碗白饭就是41克糖类的 1.6 倍，等于 65.6 克。另外我们还要去算我们吃的蔬菜水果，还有含糖的蛋白质跟油脂类，例如豆类、奶类、蛋类、坚果类，这些一种一种的查出来的碳水含量总数相加，不要超过 187.5 克。再把这些食物中的蛋白质含量相加，从每天所要吃的蛋白质总量75克去扣，剩下能够吃的蛋白质就分配给肉类。这当中会多出几克的糖类，可以略而不计。算完肉类以后，再依据这样的算法来算脂肪能吃的量。油脂最后算，是因为它的成分通常比较单纯，只含有脂肪。哇，好麻烦哦，难怪我以前学不好，一般人怎么可能这样计算自己的食物？除非找营养师啦。所以比较方便的方法就是我们直接用卡路里来算，看自己平常吃什么。比如只要打出要查的食物加上热量2个字，大家都可以搜寻到食物的热量。以一份卤的鸡腿便当来说是623大卡，我们如果一天的食量大概是中晚餐各一份这类的食物，就是1246大卡，再加上水果，一个300克的苹果大约是162大卡，再加上一份早餐，蛋饼236大卡，豆浆75大卡，全部加起来就是1719大卡，这样达不到热量赤字。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可以缩减的分量减去，比如保留较有饱腹感的蛋白质，删掉一些糖类，像早餐的蛋饼改成白煮蛋的90大卡，水果放在早上吃，这样我们就可以省去146大卡。2个便当的饭不要吃那么多，现在一个鸡腿便当大概都是1碗饭的量，我们2餐各减半，就是减去280大卡，跟早餐减去的分量加起来一共是426大卡，已经超过热量赤字的范围，还可以再多吃一点白饭。所以要减肥还真不难，只要稍微调整一下饮食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也可以下载各式各样计算卡路里的 APP 来算，那就更方便咯。另外热量模型有一个减重公式，是1958年威斯诺夫斯基提出来的。他在分析过往的文献后提出，每增加1磅体重的热量约是3500大卡。后来经过媒体跟科学文献的引用，成为现在热量模型很喜欢引用的公式，就是减掉1公斤需要缩减7700大卡。哇，这个速度还真慢，但我只要少吃一个饭团跟一根香蕉，体重就可以减少200克，
感觉比这还快呢。便利店的饭团一个大约200大卡，一根香蕉约60大卡。你这减去的重量的确比这个速度快，但有时候可能减去的是水分或跟有没有排便有关。不过总的来说，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公式不是可以套在每一个人身上都适用，因为还跟体质还有食物的产热效应都有关。但是减肥不要摄取低于基础代谢率的热量，却是非常肯定的哦。难怪这种热量模型会饱受挑战，就是太麻烦了嘛。大家跟我一样都不想算卡路里。